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然后今天呢，我请到两位重磅级人物，当然有我们来自台湾的大根老师、紫微斗数大师，还有他旁边这位美女叫做岸元老师。就是应该说，大根老师是在台湾非常大家都就是我台湾的观众，你们肯定有听过他的大名。然后这一期呢，我们是要说的是他们接下来将会举办的一个3天2夜的课程。这个课程呢就叫做紫微决策营，然后是在7月31号到8月3号，而且是买2天送1天。这个课程里面有包括什么？就我大概讲一下，就看一看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任务，或者是这一世的人生课题，然后如何帮自己更加的提升运势，或者是讲你现在的运势，包括注重的可以赚到钱，然后你身边的社交、伴侣等等，如何影响你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像我这一类有很多小人的网红要怎样去做一个面对的决策。好吧，我们就欢迎两位大师。嗨，欢迎又回到马来西亚。对啊，我大概3-4个月就要来一次。哦，对吗？你是要在这里扎根吗？来跟我观众交代一下。我这次来呢，其实主要的工作，我们应该因为我们在那边有成立了分会嘛，等一下要去看房子啊。我打算要在这边买房子。晚上还可以去看房子了吗？晚上看很重要，你知道吗？看房子一定要，台湾人是这样子啊，台湾一定要白天看一次，晚上看一次。新加坡也是这样这样子吗？对呀，对，一定要白天看一次，晚上看一次。是，就同一天吗？你不见得在同一天，可是你一定要白天看一次，晚上看一次。对，为什么？白天看周围的气场，晚上看它干不干净。是。可是在一个通灵师角度，就是如果那个房子不干净，就是早上看的话，也是会看到不干净。有些时候会比较阴藏。对，而且另外一个角度，你晚上能够听到说它吵不吵？对，交通会不会影响你睡眠？周围环境好不好啊？等等。就包括你的邻居晚上下班回来过后，就是到底是谁，是不是变态？对，所以台湾的风水是应该大半都是这样子啊，它一定是晚上，白天也是晚上一次。但主要我这次来呢，大概有几个合作的案子，然后跟马来西亚这边学校，然后还有中国的学生会来找我。那当然要来看你啊！哇，好有心这样你要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我总觉得今年开年不是很顺，对，就是有很多烦心的事情发生。你刚刚讲说那个因为我们后面这个安燕老师要在这边开这个紫微决策营嘛，好。不是我们两个，我们两个要开这紫微决策营嘛，好。那所有我们所知道的命理学里面啊，做决策最好的工具啊，就是紫微斗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紫微斗数呢是古代皇帝在用的东西。那皇帝要担心什么？皇帝是这个世界上最担心小人的。对，因为对，就是他已经高高在上了，对啊，就每个人都会服从他。对。可是还是有一些硬茬子，就诛九族也愿意去。是，而且我们一般老百姓啊，我碰到一个坏朋友，我了不起就是被朋友害一下，然后我不要理他就好了。皇帝身边如果出现这种人，那是灭国的，所以他们在这种事情的判断上面要更加的小心。所以皇帝在使用这个命理学啊，我们讲说这叫做决策营，对不对？其实呢，就是在教大家怎么认识自己，以及怎么分辨你身边谁会害你。那你想想看，我常挑错朋友，你每次都挑对朋友，我们两个就算条件一样，我是不是就很容易倒霉？很多人会去在乎说我的风水如何啦，或者说什么东西应该摆什么啦，那往往会忽略说我有没有在生活中有选到对的那个人。很好玩的哦，这个害你的人哦，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贵人哦。对，是，对不对？的确，对，这个看起来好好的人哦，他可能为了你好，然后害到你。紫微斗数因为他那个皇帝在使用这个背景的关系，这个事情是他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大概只要看到，基本上能拿到他的出生年，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人对你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害到你了。而且我觉得你的这个决策营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
在很迷茫的时候帮助你认清到底你自己是谁。对，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对，他大概有一个方向，我工作不顺利，可是你的性格上有什么问题？然后没错，你的周围你的去涉及的社交圈是怎么样的？然后你每天有很积极的去面对，没错，对，所以一般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学很久很复杂，但是呢，我们有比较秘密的、比较快的方法。然后呢，首先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今年都是感情的运，都是桃花，可是实际上你今年缺钱，你需要赚钱，那你是不是要去分辨？我到底应该要把精力花在谈恋爱，还是花在赚钱？所以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然后再去选择谁来在你身边会对你有帮助。所以两段，先了解你自己，然后知道你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选择什么人适合你。对，就是像我这种命格的人，就很容易招惹小人。可是很奇怪了，就我觉得，但是有很多人帮你啊，对不对？对，就帮我的人，其实就身边很多小人，可是只有一个贵人帮我，但是这个贵人是大过于其他小人，然后问题就会解决了。对，是啊。所以今天我也要麻烦一下大师老师，就是帮我看一看今年的流程有什么我要注意的，然后我要怎样赚钱，有什么可以？大家可能都想知道赚钱，大家都想知道赚钱。对，我们先跟大家讲哈，这个决策营呢3天呢，先教大家很快速的了解自己。对。第二，告诉你说怎么看你每年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那需要注意什么，就知道说你到底需不需要赚钱啊，还是你需要担心你会有烂桃花啦，有人来骗你的钱啊，对不对？然后最后再告诉你说，那怎么样找到你身边对你有帮助的人，让你做出人生很好的决策。这样子3天的，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拿到自己盘，就可以知道说对，原来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生才是会害我的。是，而且这个不单单只是说你是在选择伴侣上，你选择工作伙伴同事，像我这样，对，都很适用。是啊，对，而且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我跟普通人也是一样会有迷惑点啊。就是我从原本的在伦敦就是帮别人打工，就是学测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用烦，可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回来马来西亚就是做我这个 Alicia Healing Studio， 算是自己的一个品牌或者是生意吧。对，我完全是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习，因为我不大懂这个，再加上我常年在国外生活，其实对我来讲，从文化差异或者是食物语言沟通都有一个差距点，所以我其实还不知道合不合适，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一些所谓的困难，所以今天就要请你指点迷津。可以直接来帮你去分析说你今年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上次去年嘛，对不对？对，去年对不对？好，去年我们就聊过一次嘛。你会发现你今年过了这个农历过年之后，你会开始发现你有很多很多新的机会会出来，好像是有，对不对？好，可是你不太知道这些新的机会到底对不对。对，就是听起来是蛮吸引，可是我不知道，听起来好像不错，可是感觉上又没有那么到位，又怪怪的。对不对？好，然后这一年你大概从龙年过后呢，来跟你讨论的人呢，很多要跟你合作的，然后有很多工作伙伴，然后但是呢，没有让你觉得说这听起来是好像会赚钱的，对不对？对，听起来都很好，问到钱呢，好像不到点。这个原则上就是你今年主要的主轴了。什么意思？我没就整年度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整年度都会。这我要怎样选择？会有很多的机会，对，好，然后呢，来的人呢，绝大多数都是希望透过跟你合作来利用你的资源，可是事实上他自己又提不出来什么东西，就没有一个更好的大哥。但是没有关系，我刚帮企业卦来看基本上你今年呢，
在这个很多的机会里面呢，你还是可以选到一两个会很不错的。这时候我叫毛遂自荐一下，我就是那个很不错的其中之一。对是。对你们觉得是？对，哎，为什么？因为这个很不错的人会来自远方。远方是远方就是西方吗？不是远方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吉隆坡的。哦，明白。对，他不是吉隆，就他可以是新加坡啦，可以是槟城啦，但不是就不是你所在的地方，不是所在地的。哦，明白。对，不是所在地的。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男性。好，那第三女性就不可以吗？女性其实可以。哦，但这女性有点像男的那种。哦，像男人的那种。对，就是要比较很独立的那种。对，然后第三个呢，他是要自己本身就已经很有事业想法的。对，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好，基本上啊，就会是比较能够帮到你事业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三个条件的，你几乎可以不用理他了。明白，我会注意。那有没有在挑什么生肖啊？对，要啊，对，然后还在挑生肖。我们先筛选到第一层。今年要来找你合作的人呢，至少超过10组人。所以呢，我们要先筛选到第一层。上第一层之后呢，你要再来看。生肖上呢会有几个，属老鼠的、属龙的，然后属狗的。西元的出生年，西元出生年尾数是2的。数字2，就是比如说1982、1962、72这样子的。我还以为是2000年的那种啊，没有，那个不是刚出社会，刚出生不是不是2开头，出生年的，对，出生年的尾数是1的。尾数1是什么意思？一样1971、1981，对，1991，尾数是9的，尾数是9的，1989，对，1979，对。好，这3个条件筛选完之后，这个人只要出现，他对你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对，就是所有人一来，不好意思，请问你们出生年尾数是多少？你的生肖是什么？对，这听起来很玄奇，对不对？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不管你是找对象、找合作伙伴，对，好，你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好，这个人呢，他可能不见得很漂亮，或者不见得很帅，可是你忍不住的，你就想要对他好，会，对不对？对，好，或者是说这个人呢，他可能在别人公司呢被人家骂的乱七八糟，很无能。可是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他可能不见得也做得很好，可是你一跟他合作你就赚钱，是不是会有这种状况？有，对不对？这就是啊，以紫微斗数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啊，他都会有我跟你之间是不是彼此会有帮衬？我跟你之间呢，是不是彼此会有摩擦？不是我好坏的问题，而是我们先天上面呢，我们彼此面就是不合的。紫微斗数在这个地方啊，是很厉害的事情。我们刚刚讲了嘛，这个东西是皇帝在用的。你觉得皇帝有可能啊，找一个人进来慢慢来观察你吗？当然不可能。他要命令你去那个打匈奴，命令一下，他只要一下错，这支军队一打出去，输掉了就是10几万人的命。所以古代皇帝养了一批策士，专门在看这种事情。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人他今年运不好，你用他去打仗，他今年就死定了，跟着后面大家都死。古代的皇室呢，有一组很精密的计算方法来验证这些东西，然后专门给皇室用。我们刚刚在试的就是这样的方法。那更重要的什么事情呢？更重要的是啊，皇帝有个特质叫做不相信人。那不相信人怎么解决呢？叫做每一个人都要会。我如果训练10个人都会这个技术，那就没有人会骗我，对不对？我可以问完你，然后再问他，那你们两个就不可能串通好骗我，不容易。那也就表示说，这是一个，既然我有办法训练10个人，好，但古代不是10个，古代他那一组青天剑大概是几百人，好，青天剑就是所谓的现在的对，但是他是国家培养的，国家养出来的算命师。那这几百人呢，他有办法训练出几百人，这表示什么？表示这是一个很可以系统化被学习的东西。你一定学得会嘛？不然我怎么训练这些人？
对，而且从你解释就是要生肖是什么，老鼠、龙跟狗，然后就是尾数要有9的，然后他的性格是怎么样？对，这个大概也不难找吧，因为我觉得远方独立思考的女生、男生，对，就是要一层层删嘛。对，对啊，一层层删嘛。对啊，就是说，紫微斗数它虽然被视为是玄学的一种，可是它其实是我们刚刚讲它是明清两代啊。明朝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朝代里面科技最发达的朝代，明朝的皇帝是会微积分的啊。当然我讲的是聪明的那个啦，好笨的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哦。清朝的皇帝也是会微积分的，康熙是会微积分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在乎这一种把传统的玄学能够很有系统的拿出来使用的。那紫微斗数就是这样子被建构起来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因为每年我都会遇到小人，对，就是我避免不了这件事，我不应该把中心点放在不好的事情上，我应该把专注点放在，我怎样可以在对是挑选出对我有没错。而且我刚刚跟你讲那个今年可以用哦，明年就不一定了，每年不一样。对，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这个人今年是我的好朋友，明年出卖我。对，的确就是有对不对？然后就是合作伙伴也一样，对，也是啊，也是。明明是男朋友，可能走了一段时间，怎么突然对就走散了？对，不适合了，就好像大家今年特别冲这样子。对，这样除此之外，金钱方面怎么看呢？因为你讲大部分来，就是都是来在我这里取资源，有谁给我资源的吧？然后这个钱财方面会怎么样呢？今年基本上啊，如果你挑到对的合作的伙伴，那应该就是 OK 的，还有机会买房子，我们可以一起挑房子。你是今晚，我今晚没钱买房，但是你挑对人，你就可以买了。对，年底吗？年底，真的啊，真的，哇！可是我应该不是你隔壁的邻居哦，你的房我买不起来。不会啊。就是钱方面，还是说这样听起来还是算不错的吧？听起来还是不错，这样只是说，如果你没有很仔细的去挑选伙伴，那你本来比如说你本来可以赚1000万，那因为你挑的伙伴不对，你要消磨自己的人生啊、时间啊、精神啊，这1000万你用很辛苦的去赚，那你现在如果挑对人，这1000万就是很轻松的去赚。就顺水推舟。对，这样我今年会有烂桃花，还是完全没有桃花？今年呢？今年认真赚钱比较实际。哈，已经给答案了，真的。所以就是不用看了。还有什么身体方面需要注意吗？身体方面嘛，身体方面那个要注意这个你的脊椎。的颈椎这边，对，应该过年后就会开始不舒服。那如果现在没有，那端午节过后也会有。那我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上波的运数？就是这个月份，我可以就是现在就开始安排了。比较好的时间点，但这个不是只有你，今年所有的人呢，比较好的时间点都要端午节过后。端午节过后，都要端午节过后。为什么这么奇怪？今年比较特别，就是今年是一个全世界很动乱的年。那因为全世界的动乱太大，你个人就是不管你有身体有多健康啊，台风来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受伤嘛。如果说现在是这个风平浪静，什么事情都没有，好，那我身体好，你身体不好，或者你身体好，我身体不好，我们就有差异，对不对？可是现在是暴风圈的时候，那我们之间的身体好跟不好差异就不太大。今年呢，整个全世界啊都在暴风圈里面，对，所以要看的反而是看整个世界的状况。我也觉得今年特别内耗，是每个人的问题还是环境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感觉到好像生活压力。对。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下一集就要讲起，就是所有这个动乱的社会啊，政治怎么影响经济，然后等等的，老师要给你们
发财了，教你们如何去投资股票之类的。大师还有什么就是要跟我说的，然后我今年可以小心一点的。就我要问的都差不多了，差不多哈，就是那个没办法，那个要谈恋爱啊，至少要明年呢。那人还没出现啊，现在出现的不太好。对啊，我们当然希望你一次就挑到一个很棒的那种的，渣的那种都不要来。原来还是你就是想这几年都是烂桃花源，对，就不要来啊。所以这几年都不用想了。就是不是来耗我的是吗？对，还要担心来骗钱的。真的。对，还要担心来骗钱的。那我要注意点。是骗情可以，不能骗钱。对，骗感情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哈。不能大家骗来骗去嘛，钱不行。骗财又骗色的话，就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吧？对。而且财有这么好不容易赚钱，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要往外地去发展，外地对，去拓展，就是不要只是在吉隆坡。外地是包括槟城这种，还是要离开马来西亚？你可以去拓展那个市场啊，因为你现在是网络嘛，你不见得要到那边，可你可以去拓展那边市场嘛。对啊，新加坡啦，对啊，槟城啦，对啊，台湾太远了，对，不然台湾也可以，反正就是不要只在把市场看在吉隆坡这边。主要是台湾人才众多，就是紫微都有紫微，通灵师有通灵师，台湾真的不缺像我这样子的一个通灵疗愈师，台湾真的很多，厉害的也蛮多的，就占星的有什么唐启阳老师吧，对啊，就是这种，我觉得台湾竞争力太大了吧，大家都这么说，就不要想台湾嘛，对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好像因为紫微也是讲人跟人之间气场合不合嘛，那在你们通灵界有没有这样子，也是这样说？有的，就是你可能第一眼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大家的磁场不对，就是好像不在一个频率上。然后有时候，较低的人他们会故意把你拉低，甚至乎包括污蔑啊，就是背后做很多小动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感觉到这个是一个要挟。其实，在我的角度，从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永远会向更强的人学习，而不是去怎样把这个更强的人就是拉下来，是不是？对，我觉得拉下来是要耗太多的能量跟各种因为你要有心机，这太耗能量。你应该把中心点放在如何取他的强项。他们本来就是空缺的人嘛。有一个人负债1000万，你跟他在一起，他就会想要把你手上的钱拿来嘛。那如果这个人呢，他本来就有1000万，然后你有2000万，那你们两个在一起是不是越来越好？所以一般会害人的人，或者一般会想要去夺取人家的人，嫉妒别人的人，嫉妒别人的人，其实通常就是因为他自己很空缺。我其实有从心理学角度那边跟心理医生问过这个东西，就他们压根就是内心缺乏某种安全感，或者是就他空缺啊，他空缺他就要夺取啊。他如果是丰富的，他就会给予。这个丰富我觉得不是单单只是那个钱包里面的钱，对，不是他内心，他是内心。我用钱来是比喻，他不是只有钱的问题，他是那个内心。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家都会讲说，你要给孩子爱，对，你不给他爱，他长大他就是个空缺的人啊。是，对，我以前我们在伦敦有很多蛮厉害的人，就是同行的学长啊，或者是一些做生意很厉害的，都很想跟他们去学习。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亚洲人的那种什么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这个是我性格上需要学的东西，对吧？因为我不大会看人家脸色，对吧？这也是你的特色啊。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可能吸引你的观众群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已经看了太多这种很有心机的，或者为了讨好观众或者是怎么样的，你反而是那个我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音的原因。对，因为我也是不喜欢看人家脸色的人。
那我干嘛要去学着看人家脸色呢？我不用啊，我挑跟我合的人就好了吗？适合你的，对不对？明白，我挑选就好啦，我不用每一个人喜欢我啊，我挑适合我的人就好了。对。那我们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越来越红吗？会。不是，对，真的，我认真问这个问题。没有，老师你要很严肃的，好严肃的讲，对，好，要不然太随便了。你如果照着我刚刚教你那些，你就会越来越红。就是有机会，好，对，一定要。还有注意，就是不要谈恋爱。对，你除了那个老师刚才讲的，还有 plus， 不要谈恋爱。对，还骗财骗色，你都说了。对，千万不要。今年，我不懂小人恐怖一点，还是骗财骗色的烂桃花？可是骗财骗色哪个对我的伤害比较大？我觉得伤害都很大啊。对啊，我每一个我都不要。是。对，一块肉我都不想少。对，真的好，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啦。下个星期再见喽，谢谢两位老师。如果你家里最近有点不对劲，不管是家里民宿还是酒店，我可以过去住一晚，帮你看清楚。我做的是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不是吓你，是把事情搞清楚。如果你遇过类似的事，留言或者私信。